废墟其实我认为就是很广就是，但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个，但不见得别人认为是什么。就像譬如说这次展览，然后应该是说上次展览也是这个题目啦，在那个看守所的时候，然后就有老师问我说，那你拍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废墟啊，因为我认为的废墟是要有草长出来。那有草长出来，他觉得这才是废墟。那对于我来讲，就是只要空置闲置没有人，或是有些有人，但是它就是空间放在那里，然后就闲置在那里。应该说闲置就是有很多种可能性，就是它里面没有人的长期，就比如说有人在住在里面，就比如说，当然有人说，我家像废墟，因为我东西乱丢了不收，然后弄得家里面乱七八糟。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不像是，其实它比较像是个人问题，就是他没有做整理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一个空间之所以被定义成废墟，它是人很少有在里面，但是就是人很少有在里面活动。那如果说闲置，就是譬如说我在我家里面闲置在那里算不算？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空间是闲置的，就是它只是一个放东西的地方，那也只能可能被定义成仓库。但是我觉得它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那这个空间已经是 disable， 它的本身赋予的那个功能丧失，就称为废墟。就说譬如说它本来就是住的地方，那没人住，那它如果现在这一个空间的功能是储存东西的，你可能不能把它定义为废墟。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大自然的土地，然后有人进去劳作了之后，它就一定就没有那么自然了嘛。那这个劳作它可以有生产，那我们会说这是景观。那有生产，它就是进到所谓人类互助分工合作的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在一个土地上盖房子，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资本主义介入的情形。那我们倒过来讲，如果都没有被介入，我们可以说它是自然，它就原本就在这个地方。那因为你刚刚讲，就有点像是说，我们今天在一个房子里，然后就已经有草在房子里长出来了，它有点自然介入了所谓的景观，或者是大自然进入了人造。以你的概念里面来讲，它中间有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区分的，或者是它不好区分，它有那么一点模糊，就变成说你要考虑它为什么会被资本放弃嘛？那被资本放弃一定是几个部分嘛，一个是商业的问题嘛，一个是政治的介入嘛，对啊，对啊，就我认为就是可能就是商业资本的介入跟政治的放弃这两个比较有可能会造成它废墟的状态。就譬如说，我讲个例子，我家在台南新营，那以前新营是一个那个县政府就是所在地，那后来改成那台南市的时候，它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它之前的那些台南县的一个方选就功能消失了，那消失了之后，它的人口就渐渐的移到别的地方去，这就比较接近就是政治的一个方向。对啊，那如果是，对啊，那如果像譬如说，另外像譬如说我拍的废墟来讲好了，就这几个部分，像是糖厂来说好了，糖厂来说就是它是比较像是经济的问题，像因为像譬如说。他们台糖为什么会开始没落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糖
在这个环境下，就是他在经营的环境下已经是一个就是他比如说他买的那些原材料啊或者怎么样，都比他制作的还要便宜的时候，那他势必他就要考虑他有没有必要再去经营这个地方。那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他造成他成为废墟的状态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就是资本经济的问题，对啊，我认为就是大概就会有这两个情况，但可能还有其他的啦，这个就比较属于 personal。就是可能个别废墟的状态，它已经有历史的脉络，那叫糖厂嘛。那还有一些废墟是不知名的废墟。你觉得它有办法做区分吗？在我来说的话，就是我可能会比如说我最近常去拍那个飞碟屋嘛，对啊，飞碟屋就是它是在台那个石门就是翡翠湾旁边的一个一群建筑群嘛，那我有去了解到它的历史。那其实它的历史就是，就是一个台湾的商人，他就在他看到他在报章杂志看到有人做这种屋顶，那这种房屋，那他以为是日本人做的，他去找日本人代理，后来发现说这是北欧人做的。那所以后来他就是把这个东西在台湾，就是找到这代理，在台湾把它制作出来这样子。那实际上他制作的态度想法是一个度假的概念。那所以它消失的情况跟另外一个就是糖厂消失的情况就完全不是同样的一个状态，对啊。那所以如果不是同样状态的时候，就是可能就不可以一起。就是照这个来讲，就不会看在一起。说他们虽然是废墟，但是他们的消失情况是不同的。我跟别人还不太一样啦。我拍废墟其实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台湾废墟研究那个社团，现在已经废社了。那原因就是说我怎么会看到这些废墟？就是我就是可能上面有放这些废墟。那我看这些废墟，那我就去了解一下背景。就是通常我拍废墟，我去了解背景它是什么。就是我不会直接就去拍。那像比如说飞碟，像这个我刚讲飞碟屋好了。飞碟屋小时候我们去翡翠湾的时候，还看到他在租赁啊，就是他一个租一个月好像5、6千块还是什么样子，他有这个价码的。那表示其实他其实是怎么讲，是一个台湾把一个度假的概念移植在那上面。对啊，那台湾怎么看度假？就是移植这种度假概念在台湾人上面，这是另外一个观察的方面。其实我这个后来有做一些，就是有开始渐渐收集书籍在讲这一个部分。那另外糖业的话，它就是另外一个状态。刚刚我已经提到，就是它已经废掉，那废掉的原因就是可能成本问题，那所以它造成这一个状态，就是我会去了解一下它的背景是什么，我才拍。就是我今天就是讲简单一点，拍废墟很多，就是我在台废看到他们其实就是有废墟，他们就去拍，也不管什么，然后他们拍的状态就是我拍完之后，然后我就类似比较好像什么我都拍。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个为什么废掉的原因，它的背后深层的原因可能理由去了解状态，想清楚。那他一旦没有去了解清楚的时候，他们就有点在把废墟当做一个状态，就是我那时候在写研究所论文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是叫做那个废墟色情。废墟色情，对，废墟色情或是情色的意思。那这种情色的状态，就是譬如说有人拍手，他就一直拍，或者是拍肉体，他就一直拍，或者是拍什么水骨，他就一直拍，他没有去就是他可能是拍一张图拍出来这样子，那很好，大家点赞，那他就造成说很多人他觉得说你的造型不错。你荒废的状态很厉害的，可能里面长草很漂亮，
然后他们就去点赞。然后这种情况在国外来讲就叫废墟色情。对，那如果说你这种东西在这种产生这种图像是它没有它的背景后面背景，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没有去了解它后面是干嘛，所以我去拍它，就会产生这个情况。那既然我们刚刚就用了废墟色情这个字，对，那我要再更深入，因为我刚刚是稍微远距离，好像有 close 一点的问哈。那所以这个时候用4:5相机拍，我可以说它很色吗？因为4:5相机你拍起来，那细节可以说是巨细靡遗嘛。那我们可以说它比较色吗？好像没这种说法，但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就是，如果说4:5拍这个的状态的时候，讲简单点就是，我可以把它拍的，除了细节多之外，那它还有一个就是让人有进入感，就你可以进入感，对，就是因为真，所以有进入感，而且重点是像譬如说现在的当代摄影来讲，它基本上都会做一个很大尺度的，就是譬如说，1公尺以上的这种景象，让人家很有那种临场感的状态。那如果说这种很有临场感的感觉，让是色情的表现的话，我倒觉得，我知道你是，色情，我倒觉得好像有点过，对，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讲它比较好，对，应该，因为它那不是针对一张图，是很多图，如果是很多图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去了解背后的情境，那如果说我只是针对一张图，我说我只针对一张图，那一张图很漂亮，那也许它可以算，但是我如果是很多张图，然后我知道它的背后的情境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是说这个很色，那我就有一点怪怪。所以有30张很色的图放在一起就是爱情，你刚刚是这个意思吗？没有，巨细靡遗的细节，我们提供了它，那是它是个美学手段，还是它其实是一个描写，就是它并不是感受。它其实进到一个语言区域，就是说我们试图描写一些符号。我觉得它都有，因为它里面很清楚的包含，你过去曾经的经验，你过去曾经经验就是美学手段嘛。那它里面的任何符号，它就很巨细靡遗的在上面出现。所以如果你看这种4:5相机的照片的时候，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会很想把你曾经说你所有你曾经在看过这一个照片，你所有的经验，你想要再去看清楚。当你再去看清楚的时候，你的回忆会回到你过去的那个经验里面。而是用你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一张图，什么为真？你像比如说我们影像什么为真？像比如说现在 AI 产生影像，大家看很真，但是看起来有时候看起来很假，但是有时候会让你真假不分。是。那如果说我用底片拍的，那这个当然就是我是觉得我们不要去太探究什么，但是人家看底片拍的会觉得说，这是真实的状态。OK， 所以底片因为它不经过数位，所以它其实在光学跟化学上，它反而更能够呈现物质条件下的真实。对，就是摄影定义来说，就复制嘛，它是一个复制的手段，复制的技术。那重点就是好，那我产生一个影像。那这个影像是没有从来没发生过的，那它是摄影嘛？就是变成我们讨论 AI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说你像比如说你去查摄影术就是说它是一个复制的一个技术嘛，对啊。
那如果说你那个从来都没发生过，长相也不是这样的时候，那他算是吗？我提出来的，但是不见得他不是，因为也许他们可以再重新再做另外一个定义，对啊。第一本蓝晒摄影集，他怎么做的，你知道吗？他就是直接植物贴在蓝晒上面。哦，那重点是它也是叫做摄影集。因为你是权威，所以我要很确定的说，所以你觉得不需要透过镜头光学，而可以在这世界里面生出来的、生成的或者是被制作的影像，它就可以算是摄影。我只要复制，你只要复制，所以等比例复制或者是不等比例，它就是那个比例就是对的，然后它把它复制出来，这个有很大的讨论空间。请各位大家在下面留言。你对于这个事情的想法？我们的王老师，对台北艺术大学的艺术硕士，他对于这个事情的定义的边界是有一种想象空间的。对，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讨论。我们还有没有什么植物拓印？你说植物拓印，我刚没就是有一种植物印染的方式，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植物来印自欧洲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先把植物泡进什么，我今天早上才看到。反正就是一种药剂，然后你泡过之后，它也不用经过任何光的效应跟作用，就是那些植物里面的纤维素跟色素，它会直接跑出来，然后跑到布上面，让布去呈现出那个植物的形象。中间没有任何光的作用。对。因为我刚其实想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复制这件事情。复制这件事情？对。那我只要复制的对。那如果它有点不一样，那就不是啊。那它如果说复制没有很像，那是不是摄影？那可能就不是啊，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在有间咖啡哦，欢迎在桃园的朋友们可以很常来咖啡店，对，跟老板聊天。老板是30年的咖啡师，对，只要喝一口就上瘾。现在有2个距离啊，一个是如果以你刚刚的那一个标准，那我们再回到台废。台废之前有那么多朋友，其实他们都拍废墟。他们有没有可能是从哪一种视角？因为我知道说有一些人，他们是对于家乡的怀念。因为有一个房子，他从小看很久，他就老了破了。以你的经验，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曾经有这么多台湾人，我们有个这么大的废墟社团，那大家对于废墟有没有带着一种执着？他也许是带着一种浪漫。我在家里头躺着，看着那个网络电视里面好看的节目就好。我干嘛要跑去一个废墟？其实还蛮冒险的。有什么铁钉啊？如果弄到什么房子倒塌，或是有不小心跌倒啊，什么照相机摔出去啊，在那边镜头飞出去，搞不好踩到尸体哦。对，那是看一下还认不出是哪一种尸体。就是说，人为了要做这个事情。他是不是有什么追寻，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在心态上面的想法？其实我那时候很少问他们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因为在里面拍的人，大家都有各种不同的想法。那我觉得啦，因为他们之前的那个网站上嘛，都是比较在讲说不能公布地点。对。可是那个是到后面的，没有，一开始有那个那时候一开始，因为我也是那时候讲不公布地点的那几个人之一这样子。那原因是因为说为什么不公布地点？原因是因为说有朋友去跳蚤市场，然后就听到跳蚤市场的那个卖家在互相在讲说，我告诉你一个那个。网站，我这东西就去那里捡的，这样子。那所以后来被我们就是管理员听到，然后大家上来讲，说啊，如果说公布地点都这样就很糟嘛，就好像那个地方虽然有可能是无主之地，或是有主之地，那有主之地是变偷窃嘛，无主之地你去拿人家东西好像也怪怪，反正就是拿这种东西是怪怪的。那我们干嘛当人家提款机，或者当帮凶这样状态？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反而就变成罪过在我们上面，所以他们就大量就去讲说，那不要讲说地点在哪里，其实原因是这样子啦。那他们去拍照是什么心态？其实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的想法跟他们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有些人去拍照，有点是类似收集的，收集类似收集癖的心态，就说哎，你看我去那里拍了，这样。那这样子的状态，其实就是那时候我有这个情况。那后来我们就是台北后来关了嘛，那我们成立新的社团，我们就其实都可以讲。那可以讲就是其实最近废墟也变少，但是其实我们是想要让它产生一个议题化的状态，就是说，哎，那我去拍了一个废墟是这个东西，那它其实它背后其实有议题产生的，它为什么会废掉的议题产生，就是每个地方废掉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那是不是像譬如说，哎，就即便是拍什么军营的地方，那你也会觉得说，哎，奇怪，为什么以前军营那么多，那现在为什么没有？那是不是也可以说那是那个就是人口越变越少的原因，就是少子化的状态。就是如果你拍学校，当然是很能直接连接到少子化。但是说如果你拍军营，那可不可以？我是觉得那应该也是可以啊，对啊，就是他就开始收编，譬如说之前不是有因为人数少开始金石案什么精进案，然后接着就有一堆，然后因为人数变少，所以他开始渐渐裁撤这些不必要的军营，对啊，对啊，那所以就变成说，那我们后来做的网站其实经营的网站其实主要还是在于。我们可以公布地方，然后让每一个 issue 能够 open 的状态，一样是把之前的台废的管理员，然后重新找来，叫做我们就重新创一个新的叫台湾秀墟，这样。台湾秀墟。对，生锈的锈，墟是废墟的墟。好，你刚刚说了有主之地跟无主之地。对。我也比较好奇，因为你说无主之地的时候，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进去到一些？因为我们都知道废墟很久都没有人住了。废墟的产生一定是离开嘛？我那时候在想说，那我到底有没有类似离开的影像？因为譬如说离职也算一种离开，然后或者是在什么就搬家也是一种离开。就是说，那我后来想一下，对我有一个离职的影像。就是一间工厂，它要有人离职，那它才可能会产生废墟，或是它要搬家才可能产生废墟。那我后来就找到说，我有一个离职的影像，就是那个影像是我之前在电子公司工作的时候，那个是最后一天，就是我就带了我的徕卡相机去公司，然后去公司之后就觉得很高兴把东西全部收好了。那就突然发现，这桌子收得太白了。那这白到就是我对他拍一张，就有点像是其实我离职，或是我新进这间公司拍一张，那种感觉差不多。我觉得好像有点分不出来状态。然后后来我就突然就看了一下我隔壁同事，因为他其实心情还是不太高兴，因为我把工作丢给他做，然后他就有点不满。然后后来我就看到他，不错，我就拍他。然后他看我把相机拿出来，头就甩过去，就一脸就很不爽的样子。那我觉得不错，就是要这样，就把它拍起来。因为它是一个离职的影像，那其实代表一个结束啦。那就是工厂就有结束，那就是一个开头。所以我就把它当做一个开头的影像。那后面全部都是工厂的影像。那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半导体公司工作嘛，那在工厂我已经待了10年以上有了，那所以就很清楚说，公司的，就你进去工厂的感觉是什么。那所以后来我就进去里面拍，其实那时候就是拍这个影像是
有一间就是桃园的公司找我去拍的，那他们公司有60年的历史了吧？还是40年，我也忘记了，反正时间很长。然后他们就是新的公司，他们已经有新的厂了。那这个厂呢，他们准备就是要租给别人，所以他们就想说，那最后总要有个念想这样，所以就找我去帮他们拍。那我去帮他们拍也是看到很多很奇怪的东西，这样东西里面也堆了一些杂物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我那时候我也跟他讲说，我要先去看完。如果说你的工厂就是都只剩4个墙壁，那我也不知道要拍什么。那所以我就去看完之后，我就发现还有点东西还可以拍，所以我后来我就答应说好，那我可以拍。那所以我就拍了这些东西。那拍这些东西就是，其实那时候的状态就是，有一个我那时候拍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进到这个公司，这公司是长这样，但这些东西可能跟我没关系，它可能是别的部门的，或者是这是一个这个整个工厂的一个地景之类的东西，就是你不管去哪一间公司，你都会看到，这些东西跟你是没关系的。那另外一个想法就是，那开始在工作，一个工作的情况，就是你在工作的情况就是的影像，就是你可能在里面在产线工作啊，在哪里工作的影像，就可能我就弄了2个监视的状态，一个是老板那个在明处督促你工作，那另外一个就是老板在暗处看着你工作，然后他在看你工作，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在公司里面，有时候他甚至于在网络上看你在干嘛，就是即便到下班的时候，他也在看着你。对啊，那我离职那么久了，我还看到明明我没有加我以前老板脸书，我也不想加，我觉得我跟他不太好，我看到他就赶快闪。但是我居然在那个脸书的那个推荐，就是有个好像认识的名单里面，我看到他人，我一看到他人，我就知道你没事来看我干嘛，就会有这种状况。脸书来推荐你跟前老板当好友，没有必要。对啊，因为如果是我去找他，说不定还有机会。但是他来找我，就是他想要看我是不是说他坏话还是怎样？对啊，有可能下班了，或者是你自己的 personal 的时间的时候，你在工厂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3个状态，就是类似天地人这种概念，见工厂、见工作，然后见自己。然后你在里面的一个自己的自处的状态是怎么样？所以我就做了就是把它排了这样，这15张嘛。那最大的那一张就是电梯，那个很好玩。那一个电梯呢是一个违建，就是那一张嘛。对，那个是一个违建。然后它好玩的一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象征我们在外面工作的一个状态，就是那个就像是一个牢笼，然后感觉好像你进了那个工作，你可以爬出来，但是你不会爬出来，然后你又很像掉到那个坑里面，然后好笑就是它本身又是一个违建，它那时候我有问那个人事吧，还是就是那个公司人事，然后就来看我展览，他就说他们那个电梯是每次督导，每次都被那个是稽核项目，对啊，那所以他们我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台湾公司的一个代表，就是说他其实你外面工作很多情况，你都是身不由己去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所谓非法，有时候是譬如说我那时候在半导体公司工作嘛，那他会让你加班，但是他告诉我的名义是我钱都给你了，是津贴吗还是什么？就是好像就是你都拿到那个 bonus 了就对了。那所以你这个月就是你回去就工作，
那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状态，就是符合劳基法，比如说晚上6点半就不能在公司工作，那你就要回家。那回家就代表是下班嘛？没有，是回家拿了电脑继续工作。然后这个状态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半导体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做到晚上9点，不止9点哦，11点、12点，然后稍微看一下，洗完澡看个半小时电视，然后才就跑去睡觉，对吧？会有在一早，第二天再一早再去工作，对，而且就在桃园，这也在桃园，那时候工作也在桃园，也就这样子，所以就是他就会有一个意向，就是他那是一个很压迫的一个意向这样子。所以废墟跟这种上班族的压力，让们想象会拉扯。没有，就是有一些这种意向，它就会让你会有种感觉啊，对啊。那我看到就有这样子，那时候我要把它拍起来。那因为我在外面工作的那个意向，这个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我们那个时候看到，就会代表说它可能代表某一个状态，所以我就会把它拍起来。但有些人没有在外面工作，他很没有这种感觉。其实前阵子，因为我本身是在那个制造业。等一下，你老板你要在那边，我要这样吗？我不要吧，我在这里就好。我站你旁边，我站你旁边来。还要这样子哦。对。因为我本身是做饮料制造业，然后其实我常常也是把相机带在身上。然后前几天因为我常常在工厂就走来走去，然后带着相机就拍。然后有一次我就看他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就问王尊说，为什么有些影像我就是拍不出来？是我在那边蹲的不够久吗？还是说我就是构图方面，或者是阳光什么，就是看得不够好，就是一直都拍不出来我想要的那种氛围，或者是想要的一些形状。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你还在里面工作，所以你没办法逃脱这个牢笼，你看不到。有些东西你看不到，你可能必须要离开这个场所或离开这个工作，你才会再回头看一些东西，你可能才看得到。对，所以那时候我有问王尊，就是这件事情，就可能跟刚刚他讲的那种，你离开之后再回去拍你原来的公司或者是原来工作的地点，可以看到的东西，跟你在里面不太一样。对，我有问，所以有在里面跟外面的分别不对。我一直想要拍工作的事情，就是没有，我一直想要拍废墟，就是我现在觉得，为什么废墟大家要跟工作有关系？因为其实我是借着废墟去隐喻工作的状态。其实我想法这样，因为我觉得如果纯废墟，那就太简单。那它有没有可能是我的一个创作嘛，就是我的工作经验嘛？那做成的一个我想要讲的东西，那又是用废墟这个影像来说叙事，是这个样子，对吧？你可以讲一下。你好，大家好。就是刚刚坐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往外面看，就发现外面就有一个树屋，就觉得还蛮有趣的。那就是不知道，就是虽然拍的建筑都不是自己住过，但有些是常路过的话，那就会对那个有一些情感嘛。像是树屋系列的第一章是在那个忠孝东路跟杭州南北路口。那我蛮常经过那里，然后现在就发现那边的那一栋现在是不见了，这样，然后其实还蛮难过的。拍废墟的前辈非常的多，然后所以就拍废墟的东西，就是私下自己看看这样。那后来是比较敢对外公开的，就是好像废墟上面再加了一些元素的树屋。那因为就是树屋的建筑物通常都是荒废已久的，那就是刚刚开场讲的，就是它真的就是生出草来了，所以就是但是这样的建筑，就是那个时候在看守所的时候也有被问到说，为什么你不进去拍摄？那就是
可能是因为就是他们真的荒废到了一定程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勇气不够，所以就是说，就是没有一间是真的是踏入里面去拍摄。那就是这次跟在看守所看到老师的展览，就会发现。就可以看到，就是真正潜入一个，或者说废墟，或者说秀絮也好，那里面的样子，或者是里面的意象所产生的，跟老师的生命的经验产生的连接，就觉得大部分都是被围墙围起来，或者因为你刚说那个书，其实我们刚来这里开店的时候，我就有注意到它。然后其实我会很好奇，说里面到底会长怎样？对啊，所以我也要问你一下，你觉得拍废墟、拍里面跟拍外面？我觉得有不太一样的状态，就是拍外面是比较拍景观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景观嘛，就是为什么这一间会拍的这种比如说这栋建筑物是一个景观，那它这个景观有时候外面其实有些废墟外面是因为很漂亮，所以你才想好奇里面长怎样。那你发现里面更漂亮，那你就把里面拍一拍，对啊。那有时候是。我跟你讲，通常来讲，我有发现拍废墟的通常不太去管外面的景观。那我后来比较拍外面，就是有时候因为前段时间看了一些书，然后就是讲景观的，就老师也提了一些，然后对于景观这种描述，他们有在讲。那后来我就觉得说，在景观跟废墟，就内部的陈设跟外面的景观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非常不一样，它是非常不同的状态，但它也是可以结合啦。但是我觉得景观的东西是更强而有力。像他们就像刚讲的，就是做建筑的老师或学生也好，他们就是会对室内的设计或者是外观的设计，然后从图稿之后变成实体的东西嘛。那从实体的东西到变成废墟，那你觉得他们这两个，如果今天是一个是准备要做建筑之前的东西，跟已经荒废好几年，长草都崩塌了，你觉得这两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冲击，或者是只是刚好一个兴一个衰这种？因为你知道建筑物它来讲，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叫做。我认为建筑物它都是有一个，就是你要盖一栋建筑物，它都会有经过设计，而且这个设计是被谁影响的某一种结构形式。那这个结构形式是有迹可循的。那可能就了解我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盖一栋大楼，它不是我去巷口买一个那个巷口7-Eleven买一支冰或买个面包那么简单。它是有迹可循的，就是说就是我了解它是有迹可循，就是它这建筑物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它设计是参考谁的设计，然后最后会建出这个东西出来。那它那个一花费的金额都是可能都上亿。的金额，然后才建筑一栋建筑物，所以他在建这栋建筑物的时候，他其实就建的人或者是要买的人，他其实都有一个想法，那个想法是，他就譬如说建的人，他会参考最近这时候比较 popular 的一个建筑。形式是什么？所以他就照这个设计，因为他可能会参考最近成功的经验嘛，对啊，然后再建出来。他总不可能现在这种建筑物，他还想说，那我去建一个闽式的那种比较中式的那种老宅，不可能啊，对不对？当然他要建的都是比较现代的那种建筑物，所以他那个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考虑他做什么形式。他的成功的机会比较大，那所以这比较大的时候，他的那个考虑就可能到那个消费或消费因素，或是政治的一个因素存在，它非常受这个两个影响。但是如果说你到了一般的那种环境里面，有没有？就说你进去那个环境的时候，就是看人的状态了。
就是如果我今天唯一一间房间，那是你住的，那你拥有所有的，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气质，或是特质，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比如说你喜欢拍立得，那你喜欢怎么样？你喜欢摄影，你喜欢什么东西？那你的房间就会产生那个气质存在。所以我进去拍就可以拍到这个东西。了解我意思啊？所以它的那个是很不同的，就是一个建筑物你可能会拍到类似的，但是如果进到那个房间里面拍，可能又不同。然后还有一个家人的房间又不太一样，那是大家可能商讨，哪一个比较好？它就是变成另外一个状态，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个废墟内的一个建筑摆设状态，或者是装修状态，那就不太一样。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今天是一个新盖好的新的一个建筑，要去拍摄它外观或内部都好，可以反映到是住在里面的人，或是在里面生活的人的样子。那如果是废墟的话，是看到的东西是一个痕迹而已嘛，或者是说，如果废墟里面有东西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些痕迹。对。那如果说是只是看外观的话，它如果是废墟，也是可以看到一个痕迹。反正它都是有迹可循的东西。所以就等于这两个其实都是在，只是都在同一个环境世界里面，只是说它的时间点是不一样。对，也不见得时间点不一样啦，就是它有可能那个时间点很相近，然后但是问题是，里面的人他可能他受的那种资本主义或者是那种商业影响就完全不太一样的东西。对啊，就像是这也很难讲，像你在台湾就可以看到，台湾可能看不到，台湾现在没有放蒋中正，对。像大陆他们可能就放毛主席啊，对啊，那你就可能在外面，在大陆你要看到废墟，可能有这种东西。我讲是比较分开的啦，但你如果说去家里面，可能就会看到说，他这个人喜欢，譬如说他喜欢摄影书，但他就可能会去买杨振豪的书这样，对啊。但我这样听完就觉得说，建筑这个东西就是一直都可以代表有当下流行的设计方式。然后到了变废墟之后，可能就是以现在的角度去看以前的那个世代去流行的建筑方式。我这样讲，好像共同点就是这样。那对啊，你不是做建筑的吗？是做建筑的老师，碰上了一个就是拍废墟的人，不知道这两个能够擦出什么火花。因为一个做建筑的老师，就是我是从一个都没有的东西里面去盖出这个大楼，或者是去设计这样子的东西。可是对你们来讲是，这东西是已经曾经存在过的，但是它已经因为可能你讲人为或是政治，或是因为天气或是怎么样，它变成了一个，对我来讲就变成一个废墟，变成一个不能居住的地方。对，就是待都更或是待打掉。对他们来讲，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不是有废墟才会有一个新的建筑东西出来？有时候不见得是这样的哦，有时候是废墟还是在利用哦。废墟再利用。对啊，新竹不是有那个第6海军燃料厂，那它现在它已经就是废墟再利用变成那种博物馆之类的、展览馆之类的地方。那你要怎么说？你了解我意思吗？懂。对，就是我的认知就是，其实废墟它不见得是最后就是死掉。我觉得我们能看到的状态是，它不见得一下它就被打掉，它有可能就是在被利用，就是可能就是类似它现在是废墟，明天变工厂，或是明天变成餐厅。好了，就我所知是，通常一般的现在社会的人就是地上物似乎都不是那么的值钱，所以反而是这一块土地我可以重新再盖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刚才会有觉得说，有些人是不是就会觉得说，有废墟之后，我只要打掉，我就有办法再重新盖大楼。那你刚刚说那种应该是比较偏
人为的方式去让它重新再利用，是不是？其实也是跟利益有关系。没有啊，跟接手的人有多少钱啊？哦 ，OK， 对啊。那如果接手人没什么钱，他当然就能怎么能省则省嘛。对啊。好的，因为这样就是回到就是刚刚讲，刚有老师有问到说，就是去拍这个废墟到底带着什么感觉？那个时候有想到说，是不是有些人就是对一些建筑的情感，像我几个月前有去屏东，然后就有一位设计师，他也是那个房子要准备拆掉了，然后他想要为他的就是这个房子拆掉之前做一些什么，所以他在那边办了一些他自己的回顾吧，他感到他爷爷吧的一些回顾的东西，然后我就有去问那个设计师说，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然后他其实自己也很感慨说，因为地上物通常才是比较多人住过的痕迹，才会让你会觉得说，我就算我不是住在这里的人进来，除了就觉得可怕之外，其实你还可以感受到一些之前的人的痕迹。就像你刚刚讲，可能我是住过的人，我可以看到这曾经是我阿妈的房间，然后这是她用过的那个化妆台或者是什么的。那对于他们那种就是要被都更的人，会觉得说，对啊，你们就是只想到就是地下的这种价值，反而是没办法保留就是地上物的一些可以给未来的人看到说这里曾经是什么地方，眷村也好还是什么的，对，所以才想是不是你们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才会去拍这样的东西？就像你刚刚说你住台南，会不会也是因为台南就是老房子多嘛？其实在你心中会觉得说，看到某些东西，就像我想到小时候的生活，对我来讲是啦，对我来讲，所以拍废墟会觉得是回到小时候的那种氛围，对。如果是那种三合院的话，红砖墙反而对我来讲会更有想到小时候的那个生活环境，对。就是刚刚老师有提到说，你们有没有就是类似这种比较内心的想法？会啊，有时候也是会拍啦，但是会不会展览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啊，比较私密的感觉吗？也不见得，就是说它能不能变成一个题材，然后来做展览，那就是我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想到，那也不代表说以后不会有，对啊。所以你拍那些糖厂，之前拍糖厂是不是也是类似这种？因为糖厂我以前我那个姨爹吧，大姨爹，他就是糖厂医院院长，对啊。然后他那时候我记得我去糖厂找过他，是，然后就我妈带我去的，很小。然后后来等到再一次去的时候，就整个变废墟了嘛，对啊。那所以我就想说，还有这种感觉。那时候我就把它拍起来了，就这样。懂。那好像又是就像这一次的这个工厂一样，虽然这不是你自己要去，是人家请你去，但是你似乎一定要有在里面待过，有一个角色啊，讲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做摄影也是在做一件事情啊，在做一种角色扮演。那你总是要扮演一个角色，然后你有那个角色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那个影像嘛。不然你进去那个场域的时候，你会不知道你要干嘛。反正我就随便拍，我站在每个角度都可以拍。但是如果你现在扮演一个角色，你是这家店老板，那你会站在老板的角度在看这家店，所以你看的那个角度就跟大家，比如说，我一个不认识，我一个没有来这家店的人，我站在你这边我就拍几张就好。但是如果你是老板，你就会想说，那哪一个位置是我最想要拍的地方，会不太一样。这我认同。就像我刚刚问你那个，我现在人在工厂里面工作，确实是看不到一些东西的。对，反而要就你肯讲的，离开之后，或者是一些生活经验，去让你可以比较没有束缚去做了。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什么是8x10相机？然后你拍一张照片要花多久时间？你要准备什么？然后你大概是怎么样的工作方式？好，那其实这个我也不太想说，因为那你简单讲。没有，因为他的工作流程其实太繁琐，像譬如说我要拍
一张8×10，我的做法，我可能会先拿手机先构图，我不会马上就直接上，因为它其实是要经过想一段时间的，就是我在拍它的时候，它是经过很缜密的想法，那而且我拍的是彩色正片，那彩色正片的时候，它又很去要求到光，每个光是不是要达到那一个正确的曝光值，所以我在前期的准备工作的时候会非常多。那在拍的时候，一定先看景嘛，看景会看到底这个适不适合，那适不适合拍的时候挑到你要的景，然后你才会去找那个，就是你会去找那些光线上来讲是会爆掉的地方。那这时候你就要自己一个去克服。那到底怎么克服？就是说你在拍的时候，我是用遮挡的方法，所以我的做法是这样啦，就是我拿那个黑色的那个黑色的卡，然后因为8×10相机它是可以看那个位置的，就是你遮着啊，那这个地方是这个下面的地方可正常，然后上面一点可能是 over 曝光值的地方，你就可以找到那个正确位置。所以有些会挡好几次，就譬如说拍一张照片，我最常在暗的地方拍，可能拍到半小时，一张照片拍半小时，然后都要去遮，然后遮的位置不是只有一处，有好几处，可能5、6处这样子去遮，每个都去遮，对啊。拍一张就要半小时，按快门结束最长，这样折然后半小时。可是那个是曝光嘛？所以你从曝光前构图到一路2小时，可能2小时，基本就2小时。大部分拍一张就2小时，蛮厉害的。所以我不太想去讲，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拍不多啦。我就是他们有办法弄成一本摄影集啊，对啊，我是有拍，然后就我自己觉得还太少，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还要努力，对。非常谢谢王尊的废墟故事。那我们今天在有间咖啡，我们非常的谢谢艺术家王尊跟我们一块分享他的创作，谢谢大家，感谢大家。